舍利佛，佛陀10大弟子之一，以智慧第一著称。舍利佛其母为摩揭陀国王舍城婆罗门论师之女，出生时以眼似舍利鸟，乃命名舍利，故舍利佛之名即为舍利子。在南印度摩揭陀国，离首都王舍城大约2-3里的路程，有一个加比那加村庄，那里山清水秀，是个很幽静的地方，就是尊者舍利佛的故乡。舍利佛诞生在婆罗门种姓的家庭，父亲提舍是婆罗门中极负盛名的大学者。当母亲怀他的时候，母亲的智慧就异于寻常的妇女，据说这是受胎儿的影响。母亲的弟弟居须罗也很善于辩论。舍利佛8岁的时候便能通达一切书籍。那时的摩揭陀国有长者兄弟2人，哥哥叫吉利，弟弟叫阿伽罗，设宴招待国王太子。宴会中按照身份规定座位，但年仅8岁的舍利佛一点都不觉得畏惧众多大臣。论师最初都觉得他年少无知，不屑跟他辩说，但舍利佛的言辞清晰，义理周详，语惊众人，诸大论师无不佩服赞叹。国王也甚是欢喜，即兴赐给舍利佛一个村庄。年轻的舍利佛在全国享有盛名，他有高大的身材，清秀的面容，双目有神，双手握膝，受著名学者父亲的遗传，颇有学者的风度。在当时的学术界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。当舍利佛20岁的时候，告别了故乡和父母，四处寻访问道，寻找真理。第一个老师拜婆罗门山多耶为师，但在山多耶那里学习不久，就感到山多耶的学问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，随即离开了第一个老师而去。而此时的目犍连是舍利佛唯一的挚友，舍利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目犍连，目犍连也深有同感，两人便决定离开山多耶，另外创立一个学团招收弟子。他们傲然地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俩更有智慧的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做他俩的老师。舍利佛和目犍连不仅年龄相当，在学问和思想上也都旗鼓相当，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和真理的志愿，两个人相处的也非常融洽。除了自修和教学外，全国没有一个学者让他们能看在眼里。有一天，舍利佛在王舍城街上巧遇佛陀的弟子阿说示比丘。阿说示是最初佛陀皈依的5比丘之一，他经过多年的苦行，直到听闻佛陀4圣谛才证得圣果。他有庄严的威仪，温文尔雅的风度。舍利佛一见，心中非常惊奇，他禁不住上前问道：对不起，请问这位同修，你的大名是什么？在哪里修行？阿说示告诉舍利佛自己的名字，说在城外不远的竹林精舍修行。舍利佛又问：你的老师是什么人？他平时教你们什么道理？舍利佛说话时像一位长者的口气。阿说示说：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。阿说示慢慢地回答：老师所讲的宇宙人生我还不能完全领会，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，老师常讲的道理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又说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以灭为乐。我们对老师所说的言教实在有说不出的感激。舍利佛从阿说示口中听到佛陀及其教法像天崩地裂一般，像朗朗的日光照耀眼前，顿时光明起来，心中对宇宙人生积聚的疑问也一扫而空。他和阿说示边走边谈，像100年之交，最后约定一定要去拜访佛陀。舍利佛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目犍连见他欢喜忘形的样子，就探问舍利佛：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的高兴？看你这么欢喜，目犍连也很开心。舍利佛说：这是我今生最高兴的事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找到我们的老师了。目犍连说：不要这么说，谁能做得起我们的老师呢？目犍连根本不以为然。舍利佛回答：佛陀。
舍利弗又把阿说示口中的佛陀教法转述给目犍连，说话的舍利弗，听话的目犍连都禁不住感动得潸然泪下。因缘法，普通人听了或许没有什么反应，可是听在追求探讨真理的舍利弗耳中，好像自己多年的修行都白费了。这是因为认识因缘的人才能认识佛法。第二天，舍利弗和目犍连带着200个弟子一同到竹林精舍皈依佛陀座下，佛陀也很欢喜，觉得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到今天才真正有能接受的人。舍利弗和目犍连也觉得他们遇到了真正的老师。佛陀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提婆达多的比丘，他本是佛陀在家时候的兄长，但也有说是堂弟，就相差1岁。提婆达多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都归罪在悉达多身上，所以他开始假装出家。很快他被魔鬼迷了心，竟背叛佛陀，脱离佛陀的僧团。随后他和弟子们集合在讲堂，提婆达多公然地领着叛徒来要求佛陀让给他僧团的领导权。佛陀没有答应，提婆达多就咆哮起来。他的胞弟阿难向他说道：“请你不要胡来，你是我的兄长，想到你造的如此重罪，我真为你将来的堕落感到寒心。佛陀是大慈悲的，你这样的人不值得他和你计较。如果是舍利弗和目犍连今天在座的话，一定不允许你放肆。”提婆达多后来用种种方法威胁利诱佛陀的弟子，有少数信仰不坚定的人因贪图阿舍示给提婆达多丰富的供养。有一天，提婆达多的弟子聚会时，舍利弗就庄严有力地走上前问道：“诸位，我想来请问你们出家修道是为了接受供养，还是为了修道？”大家说为了修道，为了脱离苦海。既然如此，大圣佛陀正道你们不修，还为区区的物质供养所动摇，你们赶快反省觉悟才是。舍利弗说时，身上放出万道金光，光中出现大圣佛陀的尊容。提婆达多的弟子见了，都跪下来忏悔。就这样，舍利弗又把他们带回到僧团。佛陀从此更嘉许舍利弗对僧团的和合有很大的功劳。提婆达多是不怕佛陀，最畏惧的就是舍利弗。提婆达多不久因罪业深重堕了地狱，阿舍示也忏悔得救，而舍利弗在僧团中更受人的敬佩。如今我国阿弥陀佛的名号无人不知，阿弥陀佛这个简单殊胜的修法，其实也是舍利弗的功劳。佛陀在祇园精舍的时候，怜悯漂泊在生死苦海的众生，想到大家轮回在六道之中，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归宿，佛陀想出一个得救众生的法门来，又怕小小根器的人不能接受，最后决定以舍利弗为当机众。因为大智舍利弗一定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和清净，一定能接受阿弥陀佛的信仰。在座当中，虽然上中下3等根器都有，但佛陀就以舍利弗做当机众，而说出一条易行而光明的大道。佛陀说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世界名叫极乐世界，那里的教主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。舍利弗，那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呢？因为那里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太多的缺陷，太多的痛苦。生在那个国土的众生，只有圆满而没有缺陷，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，所以才叫极乐世界。那里的自然界平坦整洁，清净富丽，那里的人群社会，一切衣食住行娱乐等事都各取所需，各得所宜。他们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风景比花园还要美丽，建筑比都市还要堂皇。舍利弗，你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培植福德因缘，修学37助道品，将来就可以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彼国。舍利弗，娑婆世界众生假若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恼，唯有发愿求生彼国。我曾教阿难尊礼拜阿弥陀佛，他就曾见过阿弥陀佛大放慈光，
你们应当要深信我所说的难信之法，乃是确确实实可以得救的大道。佛陀说后，大智舍利弗一点怀疑也没有，他和一切大众都深信这弥陀净土法门。从此以后，大家都精进修行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舍利弗的故事和功德，这里只能浅述1/1000。喜欢这期视频的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